丁克第30年，丈夫28岁的私生子找上门，而这是私生子拥有合法继承权的第2年。他找来的目的不言而喻。我现在可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我回来就是继承你们财产。据说秀安是我唯一的血脉，这财产理应他继承。如果你在外边有孩子的话，也可以接回来继承我们的财产。周琦，我们相处了30年，没有在一起的时间从未超过1年，你只是料定了我不可能有私生子。好，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愧疚了。不就是私生子吗？我不仅有，还比你多。你找谁啊？我来找我爸。爸，我来找你了。爸，你这精气神儿可比视频上好多了。阿叔，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没有背叛你，主要是当时酒喝的太多了，这酒后乱性才有了秀安的。酒后乱性？周琦，你是不是忘了，你年轻的时候可是号称千杯不醉？你妈呢？你妈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家爷，我妈她很忙的，跟朋友玩去了，没时间过来。所以你妈养了你这么多年都没有给你找爹，现在给你找爹是养不起你的吗？季叔，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啊！你说你再怎么生气，也不该迁怒于孩子呀，这孩子是无辜的。他怎么会无辜呢？他身为一个私生子，他的出生就是原罪。你，家爷，你呢也不用在这无能狂怒了。我和我爸早就做过亲子鉴定了，就算我是私生子，那也是我爸唯一的亲儿子。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提醒你们一句，我要结婚了，但是现在住的房子有点小，这房子瞅着就挺大，不错，所以婚后打算搬过来跟你们一起住。你在做什么奢求大梦啊？这是我辛辛苦苦攒下了半辈子的钱，可不是为你这个私生子做嫁衣的。季阿姨，我想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下，根据现在法律规定啊，非婚生子女同样享有与婚生子女一样的权利。就算你再不甘心，也改变不了我能继承你们财产的事实嘛。你能阻止得了现在一时，还能阻止一辈子啊？不如啊，趁现在咱们和和气气的，痛快点，认了我，以后老了也能多个依靠嘛。不好拉倒。我可是听说，没有孩子傍身的老人，以后进了养老院啊，可是会被欺负的哦。行了，这房子我也看了，确实挺大，过几天我就搬过来了吧。走了。周琦，你是怎么打算的？你是怎么打算的？阿叔，咱们都上了年纪了，这身子骨啊也不如以前那么硬朗了。这要是有个人能照顾咱们，对咱们来说……你别扯这些没用的，我是不会接受他的。他是你的儿子，又不是我的儿子，你让他过来照看我，你是嫌我死的不够快吗？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秀恩她是我们老周家唯一的血脉，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不认她吧？你不能，不能！你们老周家是有什么皇位要继承吗？谈个屁的唯一血脉！阿叔，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觉得自己吃了亏。好，那我也说一句，只要啊，你外边有孩子，你也可以一起接回来，让他跟秀安以后共同继承咱们的财产啊。周琦，我们丁克30年，你现在觉得我老了？
你料定我现在不可能凭空变出个孩子跟宋修安抢财产才这么说的是吗？你是不是忘了呀？丁克还是你提出来的。阿叔，咱们婚后能丁克吗？我不太喜欢小孩，甚至对小孩有点生理性的厌恶。好，反正我也不喜欢孩子。阿叔，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没错，这丁克啊，是当初我提出来的。可我可做不到像你这么绝情。打个比方，如果是你的孩子站在我的面前，我呀立刻就会接纳他，而且会一视同仁的把他当做我自己亲生孩子对待。周琦，我相信了你30年，如今你却在我背后狠狠地捅了我一刀，现在还转过头来笑话我说。谁让你不知道防人了？不就是私生子吗？难道我就不能有了？周琦为了让我接受他的私生子，小心翼翼地在我面前伏低坐享了3天。今天啊，做了一桌子都是你喜欢吃的，今天你好好吃一吃啊。3天后，他就开始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联系宋修安。儿子，工作上的事情，爸肯定能帮到你啊！几十年的经验呢，你担心什么呀？行，还是爸疼我。你现在上你的班就行了啊！哎，阿叔，你这是要出去啊？吃喝约了我出去散散心。啊，散散心挺好的。啊，对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准备把修安的姓改过来，毕竟是我唯一的骨血嘛。好呀，随你。我就知道你最通情达理了。啊，走吧，车哥还在外面等着呢。啊，好好，哎，我来。都说人渣这种东西擅长伪装，潜伏周期极长，但像这种能伪装30年的，还真不多见。周琦，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他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很多事情都无力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看开一点啊。天哥，你们这次出去玩，你也帮我呀，好好劝劝我们家阿叔啊。老周，你说的对，这有些事儿啊，确实改变不了，所以啊，就只能接受。走吧。孩子们回来了吗？昨天晚上都回来了，这会儿啊，在家等你呢。很好，这一次啊，我要给周琦准备一个大礼。花花叫什么呢？是不是有客人来呀？你是谁？怎么会在我家？你就是季叔吧？我是宋荣。宋荣，宋秀安，谁呀，妈？还真是一家3口呀，整整齐齐。安叔，你这提前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要是提前说了，还能看到这出好戏呀？季叔，这原来不是一家3口啊，而是一家4口。你都能不能轻点你？
这里是我家，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爸家。家爷，你那年纪也大了，也该有个指望。我觉得你最好对我客气点，给自己留条后路。我的后路可不是你。歌琪，坐起来聊聊吧。周琪，这些年我们两个手里存了多少存款，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清楚，咱们俩当时为了存钱，就把钱都存在这一张卡里了。前3位密码是你设的，后3位密码是我设的。咱们俩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设置的密码。卡里现在呢有224万。224万。阿叔，修安结婚这个费用我已经算过了，只要100万就够了。哥，你不了解现在的行情，现在结个婚呀，要费好多钱的，什么婚宴呀、彩礼呀、礼金啊，还有那婚纱照，哪一样不要花钱的呀？是啊，所以说这100万根本就不够。阿姨说的对，秀安，我闺蜜去年结婚，男方给了66万的彩礼呢，我不比她差吧？放心吧，琪琪，给你肯定不会比他少，是吧，爸？阿叔，你看这孩子结婚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要不咱们给孩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房子呢，还有5年的贷款要还，这1个月要还8000多。想要一次性还清的话，就要先准备50万。50万？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剩100多万，那也就勉强给我儿子结个婚的。妈，房贷嘛，肯定还是要先还的。还是季阿姨想的周到哈，知道自己没孩子，以后这大房子还是得我来继承，提前把房贷给还清了，免得以后我来背嘛。正好剩下的100多万，也够我和琪琪结婚的了。哦，还得是我儿子，劲儿聪明。你们想什么呢？你们觉得这100多万有你们多少的份儿？啥意思啊？季叔，你不是都想开了吗？怎么又说这种话？我早都说过了，修安那是我唯一的儿子呀。你就一个孩子，那是你的事儿。这个呢，是我们2个人共同的财产，应该由我们2人的孩子平分。春和，带孩子们进来吧。阿叔，你什么意思？你哪来的孩子？我说有就是有，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竟然背着周哥出轨！要说不要脸，我们也是彼此，同样都是私生子，怎么你的修安就比我的孩子高尚呢？妈！阿叔，这就是你说的你的孩子啊？没错。别闹了，小玉和小婉那是咱们俩看着长大的，大家都知道那是春和的孩子，你只不过是他们的干妈而已。我就知道，咱们俩生活了30年，分开的时间从来都没超过1年，你怎么可能瞒着我生下孩子嘛？原来感情啊！哎，你有没有搞错啊，大妈？这年头如果随便认的干亲都能继承财产的话，那自己的亲生儿子算什么呀？就是继承财产这么容易的话，那我跑到首富家门口喊一声爸爸，那我岂不就是首富千金了？别搞笑了好吗？行了，别笑你们季阿姨了，也难为你们季阿姨能想出这么个法子来。季叔啊，他们俩跟你压根就没有血缘关系，且不说这干亲没有继承权，即便是你真的把财产拱手让给他们，你就能保证你老了以后他们能给你养老送终吗？这孩子呀，终究还是从自己肚子里面爬出来的才靠谱。你怎么就确定他们不是从我的肚子里爬出来的？行了，
大叔，你就别再开玩笑了。蓉蓉说的对，就算你跟这俩孩子呀关系再密切，那也是隔着一层嘛。但是不像这修安，好歹他是我的亲生儿子。这不管怎么说，他以后也会看着我的面子给你养老。养老？你是说像现在这样，带着姘头和私生子哦，还有这私生子八字没一撇的未婚妻上门逼宫。要是我们今天没来，我妈还不知道要被你欺负成什么样子。要不这样吧，你把财产呢平分给我们，以后我们俩也给你养老。2对1，这么算下来，你还多了个女儿呢，本占不赔。我说周叔，你觉得我们俩这主意怎么样？我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我用不着你们俩养老。郑和，你把你2个孩子赶紧带离我家，这是我们的家事，还用不着你来插手。春和是我最好的姐妹，小玉还有小婉是我的亲生孩子。法律规定，私生子享有继承权，怎么你的儿子能来分财产，我的孩子就不能呢？得了吧，阿叔，你就别再在这儿自欺欺人了。这众所周知，这俩孩子他就是春和的，咱们俩生活了30年，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那你还真是挺自信的呀。看看这是什么？亲子鉴定书。没错，这是我和小玉、小婉的亲子鉴定。关于技术与蒋明玉、蒋明婉侵权关系的 DNA 鉴定，确认血缘关系，这怎么可能啊？我看看，这怎么可能呀？他怎么可能有孩子？还有2个！把你信给我。佳，你好好看看，说不定是这个老妖婆弄假骗咱们。没错，那就是假的。我说阿叔呀，咱们俩生活了30年，虽然你年轻的时候经常出差，后来年纪大了也经常出去旅游，但是我们分开的时间从来都没有超过1年，最多就8、9个月。8、9个月，8、9个月怎么可能怀了一个龙凤胎，还不被人发现呢？可这对龙凤胎它就是我的，报告上有权威机构的盖章，欢迎查证。行，就算这俩孩子是你的，那你告诉我，他们俩的父亲是谁呀？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呢？不重要，我可不像你，把婚外情对象带回家，还完房贷剩下的174万，我会留出20万给自己养老。你呢？你需要养老钱吗，周琦？要啊。爸，你怎么？什么意思啊？法律规定，私生子享有继承权，那就应该我们双方的私生子都享有继承权。174万减去40万，还剩下134万，剩下的钱呢，就给3个孩子平分吧。凭什么？不行，这哪够我结婚呢？你有一个当总裁的好闺蜜，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她私下篡改了亲子鉴定书，好来跟我儿子争财产呢？你刚刚不还怀疑我的亲子鉴定是假的吗？那你们的就是真的吗？修安是不是周哥的亲生儿子？周哥心里清楚，但是你大没大过肚子这件事儿，周哥能不知道吗？那既然大家都相信对方，那我们就一起去做个权威的亲子鉴定，再请个律师，以防有人破解。好办法，我同意。我不同意。这么果断啊？刚刚不还信誓旦旦的怀疑我的亲子鉴定书是假的，怎么现在又不同意我们一起重新做一份了？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心虚了呗。这没准呀，这宋修安这不是周琦的孩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周哥，这亲子鉴定不能做呀。你想啊，那个蒋庄和他有钱有势的，就算再权威的机构都会被作假的呀。难道你想让那个贱人的私生子把3儿子所有的财产都给卷走吗？啊，周哥。玉哥，我知道你和春和的关系好的不得了，但是春和有公司，人压根就不缺钱，他们的孩子压根就没必要和秀安争夺那几10万嘛。你就不能行行好啊，行行善，把这钱让给秀安结婚不行吗？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让我的孩子带回来一起分钱。什么？是你让他把人带回来的？好啊，周琦，
你终究还是向着那个贱人，耍我玩是不是？没有，我怎么可能向着他呀？金叔，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是不是血口喷人？听听这段录音不就知道了？如果你在外面也有孩子，一样可以接回来嘛。金哥和秀安共同继承我们的财产。怎么样？是你说的吧？哦对，你还说过会把我的孩子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看待。我今天就是如软如愿，把我的孩子带回来了。可是你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呀？看来同样一把火烧在了自己身上，才会知道究竟有多疼。算计了啊！你一从开始就算计了，是吧？你不是也在算计我吗？我只是以同样的方式反击而已。要是宋修安当初找上门的时候，能够摆正自己私生子的位置，客客气气的叫我一声季阿姨，我松松手指露点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你们蠢就蠢在以为我没有孩子，就想拿捏我，逼我咽下这个哑巴亏。泥人尚且有3分血气，你们欺人太甚，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你别推得太早，我告诉你，你一天不把本该属于我的财产还回来，我就住这一天不走。反正这是我爸的家，谁都别想赶我走。没错，儿子，你记住啊，你才是老周家头，这个家就是你的家。今天咱们就不走了，在这住下了。随你们便，反正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过来陪我住。这家里面的房间呢，多得很，这住得满呢，也比较有人气儿。小玉、小婉，走，妈带你们看看你们要住的房间。谢谢妈。行了，别在我眼前晃了，我已经够烦的了。你还嫌我们烦？我都没嫌你烦呢。哎，你说说你啊，你怎么就不知道防着点那个贱人呢？你跟那个贱人同床共枕睡了30多年了，他大着他个肚子你不知道吗？啊，你死人呀你！不是1分钱不到，我还有几十万。几十万你个屁用啊！我当初我可真是瞎了眼了，我千挑万选选了你这么个没本事的废物，连自己亲生儿子结婚的钱都凑不出来。隔壁现在可真够热闹的。阿叔，幸好你有先见之明，知道趁着周琦不在家的时候，在每个房间都装了针孔摄像头。他们呀，显然是没有想到我真能凭空变出2个孩子来。这一上来呢，就4个2代2王把李海全给撂了，没给他们一点后路。这以后啊，还有的闹呢。看来这个宋秀安啊，是铁定主意要在这赖下去了。他们想耗就让他们耗着呗，反正着急用钱的又不是我的孩子。你们呢就安心住在这儿。哎，小婉，你快来试试这个床软不软？妈，怎么看？他们坐在一起商量什么呢？哎，行了行了，别吵了，爸妈。我刚才和琪琪商量了一下，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办法了。什么？离婚？离婚？对，离婚。爸，只要离了婚，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能平分到1半在手上，我也就能继承1半的财产，而不是他算来那样只能拿到1/3。果然是年轻人啊，这脑子够灵活，知道上网查询一些法律知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只可惜他们忘了，现在的主动权呀，在我手里。就算是周琦他同意离婚，谁说我就一定同意了？钱在我手里，这银行卡呀，又是用我的身份证办的。他要是真把我惹急了，我就直接去银行改我的银行卡密码，将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消费掉，1分都不留给他。我不同意离婚。我不同意离婚。这一个。周琦，你现在还忘不了那个贱人是不是？那我和秀安算什么？秀安可是你的亲儿子啊！可是爸，你对他现在还有什么感情啊？哈，就是啊，人家网上都说了，你们这些当父母的，生和养的是义务，托举和兜底才是真正的爱，你懂不懂啊？亲生儿子是我呀，你不为我着想，谁为我着想？就是啊，亲生儿子的未来你都不考虑好，哎，你这个当爸的也太失败了吧！呀，很伤了，能不能把话说完呀？
这一旦离婚，这财产还不是只能分一半，另一半拿不到手吗？我有办法，把季叔另一半也给吞了。真的？你过来。你在说什么呢？完全听不到声音了。我看看，还是不行啊，这声音太模糊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小婉，小玉，今天晚上你先和春和妈妈回去。为什么妈？万一他们真的要害你怎么办？是呀，妈，我们绝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太危险了。有你们在，他们哪有机会下手呀？让我看看，他们几个究竟是要玩什么把戏？谁在外面？谁啊？夏姨，你是在找这个吗？快给我！苏秀华，你干什么？你快给我！我快喘不上气来了。想要啊？你干什么？是你故意拿走我的药的。没错，是我。我爸跟我说，你上个月刚查出心梗前兆，所以一直在吃药。看过我的体检报告。季叔，是你！真没想到，做了不计30年，你竟然为了一个私生子，为了钱，你又害了我！爸也是迫不得已嘛，不离婚，我只能分到1/3财产，离了也只能拿到5半。但如果你死了，恰好又没有另一主，死后火化死无对证，谁又能证明那对龙凤胎是你孩子呀？哎呀，老姐姐，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早点把财产留给我儿子，就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是不是？就是，没有享福的命，还占着茅坑不拉屎。季阿姨，这回终于撑不住了吗？离婚哪有丧偶来的爽啊？你的钱，还有这大房子，
都是我的了。以后你在天上好好的看着我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会不会后悔曾经跟我作对啊？季叔，你也别怪我啊，这都是被你逼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啊，变出2个孩子来和修恩争财产。你说你要一开始就把钱安安心心的拿出来，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我还会看在咱们夫妻你30年伺候我的份上，我把你送到敬老院安享晚年。可惜啊，你执迷不悟，所以你今天白白丢掉一条性命了。周琦，既然你对我不仁，那就不要怪我不义。你没事？子渊，啊，大叔啊，你没事吧？放心吧，我没事。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不是都回去了吗？还有你又怎么可能没事啊？你明明那个体检报告上明明写着体检报告。你说这个呀？假的。哎呀，不过这看起来做的还挺真的嘛。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的就是引你的私生子出来。周琦，宋修安为什么偏偏会在私生子拥有继承权立法后的第2年，我在检查出来心梗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你们打的什么主意？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说，你早就知道我有私生子的事了？没错，我不仅知道你有私生子，我还知道你在私底下没少贴补他们，甚至在你的发小宋荣的丈夫去世后，还迫不及待地在外面租了房子，跟他们母子过上同居的日子，是吧，宋大嫂？再加上去年出台了私生子拥有继承权的法律，我猜你们呀很快就会动手。与其等着我被算计，不如我提前挖个坑，来个引蛇出洞。既然你这个屠夫啊，都是你陷害我们！是你们半夜装鬼吓人，还扔了我妈救命的药。明明是你们心存歹念，杀妻夺财，现在还反咬我们一口。没错，是你们害人在先，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把你都抓起来？好啊，那你现在就报警啊！刚好让警察来好好调查一下你们这对龙凤胎的来历，让所有人知道你妈还有你春和妈他们之间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勾当。周琦，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季叔，咱们俩在一起生活了30年啊，分开之间都没有1年，你怎么可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生下这2个孩子？你要是和春和之间没有猫腻，那份亲子鉴定书上怎么可能显示他们是你的孩子？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不就是想知道我和春和之间的猫腻吗？好，我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了。看看你们俩现在这样子，从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和他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所以我压根就不相信这俩孩子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现在看来，你们俩果然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你这个臭女人，你竟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脏就觉得别人也脏。你想知道我和春和之间的猫腻是吧？猫腻就是我和春和之间情同姐妹。当年我看春和她孤苦伶仃，无人依靠，所以我
我就生了小玉和小婉，而春和替我养了20多年的孩子。他们2个真是你生的？我不管这龙凤胎到底是谁生的，他都已经养了20多年了，你又不缺钱，怎么就不能继续养着了？非要带回来跟我儿子争财产？季叔，不要太过分了。是我过分了。如果不是你们先带着私生子登堂入室，如果不是你们惦记着继承财产，如果不是你们想要杀妻夺财，我这辈子都不会公开小玉和小婉的身份。要怪，就得怪你们自己，贪心不足，蛇吞象。贱人，还敢瞒我？那我就连你一起打！滚开！蓉蓉，贱人，老贱人生的小贱种，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20万找死啊你们！哎，你们别打了！哎呦，别打了！你们给我住手啊！不敢住手！这季叔，你要愣着干什么？你让他们住手啊！怎么，你心疼他们了呀？是他们先动的手，我们只是正当防卫。哎呦，你们别打，来人他们呀！好了，不要再打了！贱人，你拉偏架，你找死你！贱人，你还敢打我？我就是在故意拉偏架。春和是我的好姐妹，小玉、小婉是我的亲骨肉。你们谁再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事吧，七七？老婆怕你还以为？全，你别怕他们，他们就是连亲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根本不配跟你抢继承权。你说谁是野种呢？说你呢？怎么了？你们知道自己亲爹是谁吗？哼，不知道吧？那就是野种，他好意思过来抢财产，不要脸！好啊，那我就祝你这个捞女以后一个孩子一个爹，个个都知道爹是谁。你们说什么呢，贱人？我妹妹说错了吗？你女朋友就是个捞女，你妈就是个小三，你们一家人上门挑衅原配，打你们都算轻的。什么原配呀？你个老黄脸婆，占着茅坑不下蛋！周家的唯一孩子就是秀安，你们想要钱没门儿！唯一，外室养的私生子也配叫唯一？说什么呢你？哎，干嘛？动手啊！我告诉你们啊，刚才你们怎么抢的东西，怎么骂的人，怎么先动的手，我这可都录着，正好一会儿发给警察看看。你们私闯民宅，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够你们判几年？好几年。还有，周叔叔，可别忘了你们刚才在房间里面怎么企图谋害我妈未遂的视频，我这可都录着呢。我们那算啥呀？那老妖婆根本就没病，我们顶多算个未遂，恶作剧罢了。对。哎呀，周琦呀，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好老婆，他看着他的姘头，还有这些野种，就这么欺负我们娘了，这日子没法过啊！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还要让他们这么对待，你屁都不敢放一个，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行了，都吵够了没有？你赶紧起来，像什么样子？季叔，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看来咱们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咱们立刻离婚，财产平分，我们的存款啊，还有这套房子，立刻卖掉，钱呢一分为2，从此桥归桥，路归路，永不来往。平分，周琦，要不是你出轨在先，弄出了个私生子，我季叔就算是守活寡，也绝对不会背叛婚姻。是你先毁了这一切，现在想用离婚平分财产来了结，这世上啊可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想怎样啊？秀安马上结婚，着急用钱，我跟你耗不起。那是你的事儿。想离婚，行啊，你去起诉吧。起诉？
季叔，你非要弄得大家都这么难堪吗？你还知道难堪啊？出轨、背叛、养私生子，哪一个不比这个难堪啊？起诉离婚，周期长得很，只要我一口咬定我和你之间还有感情，法院是没有那么快判离的。咱们俩这个婚姻呀，没有个1年半载是离不了的。你还有你的儿子啊，就慢慢等吧。你到底想怎样？你不离婚，那我往后还是要跟蓉蓉和修安过的。咱们俩都100年纪了，现在也没有孩子，除了修安，我还能靠谁给我养老送终？算了，你好自为之吧。蓉蓉，咱们走。修安。养老送终，好，周琦，我倒要看看你心心念念的亲儿子最后是怎么给你养老送终的。大叔，你怎么就这样放他们走了？他们可是想害你啊！这监控呢，只能算作辅证，就算是真捅到警察那里，也是关不了他们几天就放出来了，反而会打草惊蛇。那你有更好的打算？小月，得手了吗？得手了。这是我让小玉趁乱拿的周琦和宋修安的头发，我倒要看看这宋修安到底是不是周琦的主。急死了！这破地方，转个身都难，都怨你，连个黄脸婆都斗不过，害得我跟儿子给你挤在这个破狗窝里面。好了嘛，行，很快啊，咱们就能住回大平层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钱被那个老妖婆拿捏得死死的。哦，这是什么？这是季叔跟那个什么叫什么蒋明王的头发，真乱拿到的。爸之前不是说了吗？那个季叔呢，老女人根本就没时间生孩子，所以那对龙凤胎的来历肯定有问题。咱们呀，就拿着这2撮头发去做亲子鉴定，证明他们没有关系，看那老女人还这么嚣张。对，只要能证明那2个野种跟季叔没有血缘关系，那他们就一个子儿都分不到，财产都还是修安一个人的。对哈，还得是我儿子呢。修安，等你拿到财产，就向我求婚嘛。好，放心，琪琪，到时候绝对让你住更大的房子，答应了的彩礼双倍。对，修安，你做得很好，事不宜迟，咱们啊得赶紧拿着样本去做亲子鉴定。哦，对了，蓉蓉，这是我这些年偷偷攒下来的私房钱，你先收着，等咱这个事儿成了呀，以后我们能过好日子了。就这么点儿啊？这够干什么的呀？算了，总比没有强。儿子，明天咱就去找一个最好的鉴定机构，这次一定把那个老妖婆打入18层地狱，再也翻不了身。你说，你去基因鉴定结果中心的时候，碰到了宋荣他们？妈，我没有看错。妈，他们不会也趁着混乱拿到咱们的样本吧？那这也太蠢了吧！到时候鉴定结果出来，证明我和哥是你的孩子，那他们岂不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这块石头啊还不够大。车和，你帮我找人把周琦送过去的样本结果改成非亲生关系。另外，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部的投资出去。你这是？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爸，快打开看看结果咋样？
确认养分样本无血缘关系。太好了！我跟这个女人呀结婚30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生没生过孩子？苍天有眼呀！这下子我儿子终于能继承财产了。我就知道那老妖婆绝对在撒谎。咱们现在有个通报告了啊，我看那两个野种还怎么保证财产？小安，等你继承财产，我们就结婚吧。要88万彩礼，还要世纪豪华婚礼。没问题。啊，咱们现在就拿上这份报告啊，去找上最好的律师，让那个季叔把属于咱们的财产全给吐回来。好。哎呀，真是久违的感觉呀！啊，真是阴魂不散。回去干啥？这里不欢迎，赶紧给我滚出去！不欢迎的是你们兄妹吧？我们今儿过来是来谈财产继承权。这里不欢迎的是你们兄妹吧？我们今儿来是来谈财产继承权的。你们还要不要脸啊？是不是上次还没被打过？野种就是野种，没规矩。我们吃亏呀，就吃亏在我们太善良。不过这次不一样啊！你们要是再敢动手，我们这位金牌律师动手指就把你们全都送进去。小婉，说吧，你们又想干什么？金女士，我受周先生委托来和您谈一离婚一事的。离婚？我不同意。周琦，你要是想离婚，你就去起诉呀。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不过在这之前，我看在咱们俩夫妻30年感情的份上，我特意好心的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咱们俩名下所有的财产全交给秀安来继承，省得呀，这到法院开庭的时候好收场啊。做你的白日梦。周琦，同样都是私生子，我的小月还有小婉一样享有继承权。就是，提出我们几个私生子一起分享财产的是你，要求你的私生子独吞财产的也是你。他宋修安就是比我们金贵还是怎么的？就你们这两个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野种，也配跟我儿子相提并论？这嘴巴放干净点，说谁野种的你？好好看清楚了哈！你们和季叔并无血缘关系，不是野种是什么呀？根本就不配享有继承权。你们和季叔并无血缘关系，不是野种是什么呀？根本就不配享有继承权。你这是从哪儿拿来的亲子鉴定报告呀？不会是假的吧？是真是假，你们自己心里清楚。我手里头这份，可是出自最权威、最顶级的鉴定中心，具有法律效力。季叔，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万万没想到啊，你为了争夺财产，竟然去伪造证据，做出这种违法之事，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那个吴律师啊，我对法律这块不是很熟悉啊。离婚案中伪造证据，一般会有什么后果？伪造亲子鉴定，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有可能会被净身处罚。另外，其余涉案人员如有伪造帮助证据的嫌疑，情节严重者可能会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哎呀，吴律师，这么严重吗？哎，你也不想为了这点小事儿，就让你这好姐妹和这2个孩子去打牢吧？周琦，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为了我亲生儿子，我也没办法呀。阿姨，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嘛。这什么人啊，也不如自己的亲生儿子靠谱。你说是吧？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要跟你离婚，并且由我的亲生儿子宋修安继承所有的财产。离婚后财产应该是1人1半的，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呀！之前我好言相劝，你硬是不听啊！啊！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啊！你现在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呀？周琦，你真的要这么做吗？当然。好，我答应你。
还没着落，我看这大平层就很不错呀。钱都归你们了，还惦记着房子，你这未免也太得寸进尺了。什么叫得寸进尺？我可是我爸唯一的亲儿子，离婚了，你可是要净身出户的呀。你名下的房产呀、车子啊、期权、股票啊，都归我。人在做，天在看，你这样咄咄逼人，就怕遭报应吗？我们怕什么？修安是亲生儿子，理应继承这些。你们季阿姨她无依无靠的，也怪可怜的。这屋子里面的什么瓶瓶罐罐啊，这些破烂就让她带走吧。回头妈呀，都给你们置办新的。你们，这离婚协议我可以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说，什么条件？你们都知道，这个房子还有50万的贷款要还。净身出户后呢，我肯定没有能力继续偿还，所以我要加一条：所有的财产归周琦所有，同时所有的债务贷款也由周琦一并继承。没问题。这是按照你的要求重新打印的离婚协议书，快签吧。周琦，这可是你自找的，别后悔。经本院研究，现判决如下：批准周琦和季书离婚。鉴于双方已签订离婚协议，离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如下：所有财产都归周琦所有。季书妹子，我儿子着急结婚，还请麻烦你赶快从我们的大平层里搬出去。好呀，希望你们真能如愿住进去呢。你什么意思？离婚协议财产划分已经很清晰了，我们怎么就不能？怎么回事？我这卡里怎么1分钱都没有啊？啥？这咋了？之前不是还200多万吗？修安，该不会是你爸反悔了，想私吞这些钱吧？不信，不信你们自己看。这怎么回事？老女人，是不是你干的？这法官宣判的铁案，你别想动什么手脚啊你！这些呢，是我近期的投资记录。只可惜，我呢相信了某海外的投资项目，投入的242万啊，血本无归了。血本无归？怎么会这样？没事吧？存款没了没关系，咱们还有那大平层，对，咱们还有大平层啊，咱们必须把房子弄到手。对，我们还有房子。房子？房子怎么了？这此前呢，为了挽回投资，我已经将房子作为抵押。若无法按时偿还欠款，银行将有权收回房产进行拍卖。那律师，他说的什么意思？周先生，他们的意思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你的房产都已经没了，您现在属于资不抵债的情况。资不抵债？资不抵债？怎么会这样啊？啊？律师，律师。哦，对了，你们提供的那个亲子鉴定啊，已经证明了蒋明宇和蒋明婉跟我没有关系，而且呢，我又是净身出户，因此所有的债务应由宋修安偿。周琦，你算计来算计去，钱没了，债倒是背了一身。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你做的，对不对？你故意的，对不对？对不对？我的钱呢？我们的存款呢？啊，还有我们的房子呢？你这个毒妇，你把我钱弄到哪去了？钱没了，房子也没了。哎呀，投资有风险，不是吗？只不过呢，我的运气特别的差，血本无归了。这些啊，
都是合法的投资，有合同，有转账记录，需要我一一给你展示一下吗？我也想跟你商量，也想告诉你这些，只不过呢，你忙着跟你的姘头温存，忙着跟你的宝贝儿子商量着怎么弄死我，但凡中间你能回家一趟，都不可能发现不了。老女人啊，你个毒妇！你败光我的钱，你还我钱，还我房子，我干死你们！毒妇贱人，不能好死，你算计我们，还我钱！姓汉，我只谋财，哪比得上你们呀？谋财害命。宋荣，我劝你啊，还是省着点力气，想想以后怎么跟着你的这位好周大哥，还有你的好儿子一起挤在出租房里喝西北风吧。妈妈，这恶人有恶报了。今天晚上我们可得好好庆祝一番。等等，对，后面这组亲子鉴定才是假的，对不对？啊，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对不对？故意让我们以为抓到了你们伪造鉴定的证据，好让我签了那份离婚协议，对不对？可算是明白过来了，可惜呀，一切都晚了。法院已经宣判，这份大礼你们不收也得收。所以说那份亲子鉴定是假的。所以说这对龙凤胎也是你亲生的是吧？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呀，只不过你们不相信罢了。那也就是说，他们也有义务偿还债务，我不用一个人背债了吧？是儿子，对，你不用一个人背了。看清楚，这离婚协议可是你亲手签字的，所有财产归你的同时，所有的债务也归你。想抵赖啊，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我之前是被你蒙蔽了，这边不算数。不算数？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冲进法庭里告诉法官大人，这个亲子鉴定书是假的。你们想要谋夺财产，集体伪造证据，看看法官大人怎么判。对了，哥，我记性不太好，之前好像有人说过，这伪造证据那什么在哪？伪造亲子鉴定，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可能会被判净身出户。另外，其余涉案人员有帮助伪造证据的嫌疑，情节严重者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哎呀，我原本还以为这么多的债务，我孤家寡人，我得还到什么时候啊？现在好了，不用怕了，你们人多力量大，这老的呢可以做保安、保洁，小的呢可以送外卖、跑网约车，相信你们呀，很快就会还完的。走吧。鉴定没骗你呀，那个老姚哥把所有的财产都给败光了不说，还要我们承担一大笔债，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周琦，我当初眼睛瞎了呀，我选择跟了你了，我，你喂我，我能喂你？秀安，这没钱我们还怎么结婚啊？这没钱咱们还怎么结婚啊？我不管，反正要是没钱的话，这婚我就不结了。啊，琪琪，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宋秀安，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当初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说你爸有钱能让我住上大房子，但你现在看看，那么小的出租屋现在要挤4个人，以前还要养你妈一个，现在倒好，多出来一个不拿钱吃干饭的，这日子谁爱过谁过，反正我是不过了。好你个贱蹄子啊！光想着嫁进来享福，是一点苦都吃不得呀你！老娘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吃了多少苦，你凭什么不吃？你吃苦那是你没本事，
我年轻有资本，凭什么要跟你们一起吃苦？这苦你们愿意吃你们吃，我是一口都不吃。贱人，不要脸！你看我不抽你！好了嘛！你可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你！要不儿子，你去勾引贾明婉去。啥？妈，你让我去勾引贾明婉？不行！宋修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做出对不起的事，咱俩就这完了。琪琪，我怎么可能去呢？真的是，没出息你，畏首畏尾的，能成什么大事儿？人家提议不同意吧，有他的道理。你不同意是为什么呀？这俩孩子现在证明是季叔的，这季叔这10几年来，他身边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男人，这说不定这孩子就是我的，我不能冒这个险。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难不成这一大家子回去喝西北风啊？啊！我不喝西北风。行了妈，你也别说了，我有办法了。我真的有办法了，这次。办法，每次都说有办法，到最后呢，裴洛夫人又折兵。这次绝对是真的，你相信我。你看，现在咱们可以确定那对龙凤胎和季叔有血缘关系，是吧？但季叔又没有时间去生，那说明什么？那说明，那只能跟那个春和有关系啊。咱们可以拿这事儿做文章，去他公司找春和要钱去啊。终于告一段落了，阿叔，你放心，这个房子和你投资的钱，我已经拜托朋友已经帮你处理了，他们会重新把你投入进去的所有资金转入到你的新账户。太好了，以后我们要一直坐在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对了，妈，既然我们已经拿到了周琦和宋修安的亲子对比结果，那你怎么不拿给周琦看呢？先放着吧。周琦要是这回真的消停了，那我就放他一马，让他好好的安生过下半辈子。只怕是某些人，他不想过安生日子了。怎么了？刚才公司来电话，说有一大群人在公司围着闹事，说什么？说你的2个孩子来路不明，说我和你伤风败俗。岂有此理！妈，你干什么去啊？走，去会会他们。走。大家伙都来看看啊，看看你们蒋春和蒋总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表面上看着风光无限是个女企业家，这实际里却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几位，你们有预约吗？请不要在这里大声喧哗。看，我们找蒋春和，让他滚出来！对，各位，我是季叔的丈夫，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妻子季叔和你们蒋春和蒋总那2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呀。所以啊，今天我来就是想豁出这张老脸，也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2个女人呀，她们是那种关系啊，不正常，伤风败俗。何止啊，他们还合起伙来，用非法手段生孩子呢。他既说生不出孩子，就让他的好姐妹蒋春和帮他生啊，搞出来一对野种来跟我儿子争家产，简直是天打雷劈，没天理呀！就是，像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你们还跟他合作，这不怕亏得血本无归吗？什么？真看不出来蒋总原来是这样的人？什么？真看不出来蒋总原来是这样的人？你没发现啊？咱们公司至少70%以上全是女性，听说是蒋总厌恶男性。你这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又怎么样？那是人家的自由，也不犯法。是，这不犯法，但没听人说呀，蒋总用非法手段生孩子，这不就犯法了？蒋总确实是有一个龙凤胎，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老公。周琦，宋柔。
你们闹够了没有？这里是公司，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给你们报警了。报警啊？报呗，正好让警察过来看看，就龌龊事儿。我看你这公司还开不开得下去？对，大家看看，这位就是你们蒋总蒋春和。他呀，为了帮助季叔争夺财产，神不知鬼不觉的利用非法手段生下了2个含有季叔血缘的孩子。像他这样的人，开的公司能有信誉吗？你们血口喷人，满嘴谎话。伪造证据的是你们，企图谋财害命的还是你们。你们现在居然还有脸在这里颠倒黑白！我的孩子来的堂堂正正，怎么就是非法手段生的？怎么就是非法手段生的？哟，正主来了，来的刚好，赶紧跟大家伙儿说说你那个龙凤胎是怎么来的？不是蒋春和帮你生的，难道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季叔，你不要再狡辩了。我一想到你和蒋春和做的勾当，我就觉得恶心。二叔，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也没有办法。谁让你做事做得太绝呢？你呀，断了我所有的后路，我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啊。所以，你不想让事情啊闹得人尽皆知，那就让你的好姐妹拿钱堵上我们的嘴巴。周琦，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以前是以前，现在只要钱到位，你们说什么呀都无所谓。我是不可能给你们这种人钱的，你们也别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屈服。我蒋春和从一个纺织女工做到几家公司的老总，靠的绝对不是给男人低头。你口号喊得再响亮有什么用呢？在座的可都是明白人，谁会愿意跟一个满身是丑闻的公司打交道呢？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给我们钱，可以，就等着关门大吉吧你。满身丑闻？我有什么丑的？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觉得小玉和婉婉是我生的吗？要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兄妹生之前，我就已经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呢。什么？胡说八道！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这里有当年春和做子宫切除手术和我怀孕生子的所有档案。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拿一些所谓的产检档案、住院记录来这儿糊弄我们，说不准就是你们以前作假的，这些根本证明不了什么。那如果我说我有造假的时间证明呢？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不能造假的时间证明呢？那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监控都还没普及呢。我劝你们俩呀，就别白费那个心思了，自己拆吧，免得又诬陷说我动了手脚。信封，季叔，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你错了，这不是普通的信封，而是盖了邮戳的挂号信。挂号信？你们还真是无知呀！邮戳是由第三方权威机构，也就是江城邮运，关于记录邮件的相关的时间和地点的客观证据。这个密封条上清晰地显示的日期和具体时间，可以证明这封信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已经寄出的，这是绝对不可能作假的。拆开它。子宫切除手术同意书，术后报告单，病人蒋春和，日期1994年1月10日。没错，就是在1994年1月10日，春和被家暴、流产，导致了大出血，所以只能接受子宫全切手术，也导致了春和丧失了生育能力。这又能说明什么？是吧？切除子宫之前，她不是还能正常生孩子啊？
那就再看看这个。剖宫产手术，这检查记录，孩子出生日期，母亲季书，1995年12月25日。小玉和小婉是在95年出生的，那我请问，早就在94年就已经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的春和，是如何在95年底生下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小玉和小婉的呢？那或许这对龙凤胎年纪造假呢？那或许他们94年之前就出生了呢？你们还真是不死心啊！那还有最后一封，打开它。行，你不拆是吧？那我自己来拆。这是我怀孕的时候和春和的合照。如果孩子是春和的，为什么大肚子的人是我？这张照片很清晰了，这怀孕的根本不是江总。事情已经简单明了了，就是他们在恶意的污蔑江总，试图讹钱。这也太没有底线了吧！人渣，败类。周琦，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春和已经无法怀孕，而我在经历了完整的怀孕过程后，在医院剖宫生下了小玉和小婉。你们让私生子上门抢夺财产，甚至是不惜谋害人命，现在还在这说造谣诬陷，你们难道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我们怕什么天打雷劈？修安是私生子，那蒋明玉、蒋明婉呢？难道他们就不是私生子吗？同样是婚姻背叛者，你也没逼我高尚到哪里去。首先，背叛婚姻的是他周琦，而不是我。其次，我也不可能这么无耻的放任私生子上门。这不可能！季叔，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30年，分开的时间从来就没有超过1年，你居然背着我生下2个孩子！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是谁？啊，他们的父亲是谁？你没有资格知道。没有资格知道。我问你，这2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啊？爸，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叔叔，这老妖婆这么坏，怎么可能给你生孩子？周琦，难道你是想不要我养俩了是吗？去投奔他们去！臭不要脸的贱人，抢我儿子财产，你不得好死！起开！你要是再敢说妈一句坏话，我就撕了你的嘴！保安，把这群人渣给我拖出去！春和，幸好你当时留了一手，用挂号信的邮戳保存证据。当年我被丈夫家暴，导致流产，失去了生育能力，是我求你帮我生个孩子作为下半生的依靠。虽然你不喜欢孩子，但是你还是帮我生下了小玉和婉婉。你如此对我，我怎么可能让2个孩子成为你的潜在的隐患呢？这下好了，他们再也不会拿孩子来威胁你了。他们步步紧逼，真当我是个软柿子。看来我让小玉做的周琦和宋修安的亲子报告有必要拿出来。周琦，鸡蛋煎糊了，你闻不到吗？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废物！好了好了，马上就好啊！秀安，琪琪，吃早饭了。这煎的什么玩意儿啊？啊，糊不拉几的，看着跟你这个人一样，让人倒胃口。我说爸，你这一天天在家屁事没有，煎个鸡蛋也不会啊！煎这么糊咋吃啊？就是啊，现在可不是你住大平层的时候。我跟薛安赚钱都不容易，可经不起你这么浪费。不是周琦，真不是我们挑理，
属实是现在这个家里养不了闲人了。我知道，我那个已经在找工作了。你最好按时交家用啊！要是还想当甩手掌柜，就抓紧回去找你那个好老婆。她愿意伺候你，我跟儿子可不愿意啊。呀，蓉蓉，你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呀，那就是我的家人。你们放心，吃过早饭我就出去找工作。以我的资历，找个月薪过万的，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等等，出门之前把我、修安还有琪琪的衣服洗了，那都攒了一盆了，你看不见吗？一点点一件儿都没有。知道，我吃完早饭就去啊。对了爸，我那件衬衫记得要手洗，衣洗容易皱，还有琪琪那套裙子得用冷水。好。天呀，你可别吃了！你不是急着要出门吗？还不赶紧干活去？你好。我有学历，也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胜任你们这份工作的。大叔，你都一把年纪了，还真够拼的啊！我们这是公司，不是养老院。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可以去小区当保安，那个不卡年龄。下一位。哎，瞧见没？新来的老周，以前他可是坐办公室的呀，想不到现在这么大岁数在这里站岗。肯定是自己家里孩子不省心，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贪图享乐，没攒些养老钱。对，反正我爹要是这个岁数，我可舍不得出来遭这份事。就是啊。周琦啊，周琦，这就是你背叛婚姻、心心念念的家庭温暖和天伦之乐。别担心，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死哪儿去了？你这么晚才回来，别夸张死人脸啊，搞得好像我母子欠你似的。我没有。蓉蓉，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啊，我平常上班都是走路去的，还省了一些车费，都在这儿了，你拿着。就这么点儿？下个月修安和琪琪就要筹办婚礼了，你这点钱连个呲牙缝都不够啊！算。去阳台把衣服收一收。去啊！哦，知道了，烦不烦？他刚把工资给我了，老规矩呗，能少了你那份啊？嘘，小点声，那个老傻子在收衣服。这算什么？他每天还帮我手洗衣服呢。季叔，你来干什么？周琦，真是没想到啊！以前这几十年呢，虽然也说不上大富大贵，但好歹也是衣食无忧。家里边呢还有个保姆，我作为你法律上的妻子，这方方面面把你照顾的也是妥妥帖帖。这马上啊就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你这又上杆子，来跑着给人家当免费保姆了。白天做保安，晚上回来呢还得照顾着一大家子。现在连这种都得你亲手洗了。哎呀，你这个一家之主当的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周琦，谁呀？好你个贱人，你还敢上门你？蓉蓉，
季叔，你究竟来这儿干什么呀？来看我笑话吗？我这里不欢迎你。放心，我没那么闲。这离婚证呢，早就下来了，你一直没去拿，我呢正好顺路，今天聘上来。哎，怎么？终于盼到离婚这天了，你儿子可以风风光光的结婚，你和你的这位情人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你应该高兴呀！哎呀，这家里怎么一点喜庆的氛围都没有啊？不会是你那个准儿媳琪琪，突然发现这是个火坑，坑里跳了，这临门一脚把婚事给搞吹了。别在这胡说八道，现在立刻滚出我家！贱人！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一家子现在至于过得这么惨吗？就是你。谁说婚事告吹了呀？季阿姨，劳您费心了。不知道之前是什么让您误会了。您和我爸那些钱啊，顶多算个锦上添花。对我来说，就算没那些钱，我照样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也能让琪琪风风光光的嫁。哦，对了，妈，这买给你，是琪琪特意挑选给未来婆婆的。还得是我儿子有本事。看看啊，离了你呀，我们照样活得好好的。就是，虽然对我可好了，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买。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虽然说了要给我最隆重、最盛大的婚礼。老太婆，你这酸嘛！那真是恭喜了。春和，帮我查件事。阿叔，宋秀安这小子果然有问题，莫名其妙的背了一身的债。宋修安应该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那你打算怎么做？当然是痛打落水狗。这婚礼的排场可真不小呀！是啊，真够气派的。是啊，人这一辈子结婚就这一次。季叔，你来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今天可是我儿子的婚礼，你别想给我搞事情。着什么急啊？既然今天是修安的婚礼，那我自然是来送贺礼的呀。再怎么说，周琦啊也是我的前夫，这放到以前的时候，你还应该叫我一声姐姐，敬我一杯妾室茶呢。叔，你来干什么呀？这儿不欢迎你，立刻从我儿子婚礼现场给我滚出去！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我要是滚了，谁给你送个惊喜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敢破坏我们家修安的婚礼，我饶不了你。那我们就走桥。姐，你看我不跟你。季阿姨好心送来贺礼，我们又怎能赶人家走？别太把你那些钱当回事儿，没有那些钱，我宋修安也能过得更好。两位阿姨，仪式快开始了，自便吧。修安，他们分明就是过来破坏你婚礼的，你怎么还……妈，咱们呀，体面点，风风光光的把这婚礼给办了，就是狠狠打那些准备看到好戏运的脸。咱们过得越痛快呀，他们呀就过得越不痛快。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来打我的脸。琪琪，你可真幸福，修安对你可真好呀。是啊是啊，这排场咱们姐妹里你是独一份了。还好啦，修安说了，不能让我受委屈。哎呦喂，我的好儿媳呀！今天这一套婚纱简直太适合你了。那当然啦，我这么漂亮，只有修安给我定制的这种高档婚纱才适合我。爸妈，以后我会和琪琪两个人好好孝敬你们二老的。好，好啊！不愧爸，这么多年疼你，你真是爸的好儿子。各位
位亲朋好友，欢迎来参加我儿子修安的婚礼。在此，我在这儿深表感谢。今日我儿大婚，我也深感欣慰啊！我周琦这辈子不容易，被人骗了30年，守着一个不下蛋的还骗婚的女人，白白浪费了我30年的大好光阴。不过呀，我也很庆幸啊，我遇到了宋荣这样的好贤内助。我也感谢他为我生了这么好一个儿子，让我的晚年有所指望，有所依托。哎，让他说，我看他能得意到什么时候。所以啊，大家今天一定要吃好喝好。谁叫宋秀安啊？给老子滚出来！谁叫宋秀安啊？给老子滚出来！大哥，哎，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今日是我儿子大婚，您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不然，这误会，小霞，你胆子不小啊！欠了我龙哥那么多钱，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还敢在这里大摆宴席，关你了！你找到这儿了，我跟妈的，谁喊老子？还是在老子手气正好的时候啊？谁呀？大姐，你找我啥事儿？小兄弟真是好兴致啊！从你手里溜走了一条大鱼，你还有心思玩呢？什么大鱼啊？有话直说，打什么哑谜呀？你认识他？我不仅认识他，我还知道他用假身份从你这里拿走了一大笔钱，现在正准备风风光光的迎娶小娇妻呢。妈的！你是什么？你是用了假身份，是不敢拉黑删除一条龙，忘记了人印真法治吗？老大，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机灵啊？害着老子挨了好一顿毒打，自己却在这里逍遥快活，把你8层皮，老子今天干你一下！我可真是没想到呀！我的好前夫一家为了打我的脸，不惜赌博，借高利贷，也要风风光光的办婚礼。看来我这脸面还真的挺大的呀。小安，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的钱是骗来的？不是跟我说这钱是你投资赚的吗？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也着急想着跟你结婚嘛，这才去找他们呀。儿子，你糊涂啊你！这个女人嫌我们家穷不肯嫁，那自然有愿意嫁的呀。你怎么就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呀？不是妈，琪琪她怀孕了呀，她说我要再拿不出彩礼钱的话，她就去打掉孩子跟我分手啊，我没办法呀，这妈，你救救我，你拿钱赶紧出来给我还了好不好？天哪，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我还以为他们家真发达了呢。琪琪，这种穷鬼男人可不能嫁。宋秀安这个王八蛋，骗子，丢人现眼，这婚我不结了，咱们俩完了。哎，桂子，我儿子可是因为你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要不是因为你和你的这群闺蜜胡乱攀比，要车要房，还要这风风光光的婚礼，我儿子怎么会逼到去骗钱呀？现在你想要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告诉你，没门儿！这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凭什么怪我呀？我年轻有资本，想嫁好的怎么了？倒是你儿子没钱就别娶啊，又不是我让他骗的，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哎，我不管。你是有几分姿色，但是你现在肚子被我儿子搞大了，除了我儿子，谁还会要你？我们是不会让你带着我们家的种离开这儿的。
你们家的种怎么着？你们家是有皇位要继承的？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稀罕这孩子？我还就告诉你了，等我出了这个门，我就把孩子打掉。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这种人就不配有后。琪琪别走，你听我解释啊，琪琪。贱娣子，你怕谁呢你？啊，你怕谁呢你啊？我说你呀，怎么了？别打了呀，琪琪，妈，你们别打了。琪琪，怎么了，琪琪？对不起，救护车，叫救护车！我的孩子，叫救护车！是啊，这大概就是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琪琪，我的孩子呀，琪琪，我对不起你了。上访，钱呢？你还不上钱，老子伸你一条胳膊，或者是别的，扯木条腿。你悠着点儿，人家父母都还在这看着呢，毕竟是亲生的，总不可能不管儿子。你要是伤害了他，人家父母会心疼的。妈，救救我！妈，我是你亲儿子啊，救我呀，妈！周琦，都是你没本事，没钱给儿子凑结婚钱，害得秀安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还不赶紧想办法！你可就秀安这一个儿子，他可不能有事儿。各位大哥，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好吗？我儿子现在还年轻，他不能有事啊。这样，他的钱我来还好吗？啊，你不要动他。你谁呀？我是他爸。亲吧，这父债子偿，子债父还，天经地义。大哥，他欠了多少钱？我来还好不好？真是爱子心切。好，老子就给你这个机会。看清楚了，20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现金还转账200万，怎么这么多呀？大哥，能不能少点？少一点。你当是菜市场买菜呢，再给你打个折好不好？老头儿，没钱就别逞英雄了。既然没人替你还这笔钱，那没办法，我只能拿着东西回去交差了。动手！住手！而且住手！住手！大哥，我求你了，你放过我儿子，好吗？朱姐，不是我说你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真不准备把钱拿出来，真等着死了带进棺材吗？妈，你有钱，你有钱就赶紧帮我还了好不好？我求你了，妈。钱？我哪里来的钱呢？哎呀，行了，别装了。这么多年来，你借口要给乡下的老娘生活费，每次发工资的时候呢，都从中抽走1/3，剩下的才上交。你攒了这么多年的私房钱，不用想也知道，应该都进了宋荣的口袋了吧？啊，对，对，我有钱，大哥，你别急，有钱，有钱还不赶紧拿出来，废什么话？好，你别急。蓉蓉，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把钱拿出来呀！什么钱呀？我哪里有什么钱呀？我这怎么会没有钱呢？我以前每个月都会给你打生活费，我连给我妈都没给过。我出家的时候，把我身上所有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呀。还有我当保安时候的所有工资也是给你上交了，这加起来怎么也有50-60万呀！你赶紧拿出来给秀安还账呀！我真是没想到呀，这么多年来你攒了不少的私房钱啊。不过这当妈的怎么看着一点都不着急啊？难不成是有什么难处？钱，就老子喂狗吃吧！上！哎，上来！
孙荣，儿子都成这样了，你把他钱握在手里有什么用啊？啊！你想眼睁睁看儿子送死吗？我有钱拿钱出来呀你啊！钱早就让我花光了呀！啊，宋荣，那么多钱你花了？你告诉我你花哪儿了？你凶什么凶呀？那给儿子置办婚礼不需要钱吗？还有之前给技术，还有那2个野种做亲子鉴定、找律师，哪里不需要钱？那也用不了那么多呀！那至少几十万呀，花着就没了呀！你才几百万啊！你，哎呀，只可惜了这几十万呀，偷偷摸摸攒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连个响都没听到。给我来！要唠家常，回家蒙上被子，爱怎么聊怎么聊。今天还不上钱，小心老子大刀不长眼！上，住手！兄弟，不管我儿子欠你多少钱，这个钱我替他还。不过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兄弟，你只是为了求财，我儿子身上的腿胳膊，他对你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说的对吗？行，看在你爱子心切的份上，给你这个机会。啊！在这新的欠条上签个字儿，按个手印儿，这债呢就转给你了。给你1个月的时间，凑不齐钱，我找你全家。算你识相，记住了，这钱连本带利，1分钱都不能少，否则天涯海角，老子也能找到你们。你们走。儿子，怎么样啊？儿子，吓死妈了！还真是感人至深啊！上演了一出父慈子孝、患难见真情的大戏啊！周琦，你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欠下了200万的阎王债，还赌上了自己的下半辈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份父爱，还真是感动天地呢！我闭嘴！什么叫没有血缘关系？啊？修安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他做什么我都愿意。你少在这胡说八道，看笑话！亲儿子，周琦，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豁出命去保护的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周琦、宋修安，确认为血缘关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不是你又伪造的？周琦，你别相信他，修安就是你的亲儿子，他这是陷害！陷害？宋荣，宋修安究竟是谁的种，你心里该最清楚。也不知道是你那个早逝的老公的，还是别的哪个野男人的。但是，你拉着周琦做了冤大头，一骗就是30年，让他养别人的儿子，现在还让他背上了几百万的阎王债，你这是好算计啊！宋荣，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修安，到底是不是我儿子？当年你脚踏3条船的时候多得意啊！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周琦，你记不记得你们在拜鬼吓唬我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早就知道你有一个私生子，可是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私生子的。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不是因为宋仁将不去世你才知道的吗？错，比他更早。怎么样？结婚后你们家周琦对你好不好？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娘死了，都说了让你小心点儿，小心伤着你儿子。你宋荣啊，花名在外，男人那么多，怎么肯定这孩子就是我的，不是那个周琦的呢？周琦？说的不会是你们家周琦吧？那宋荣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啊。宋荣是周琦发小的妻子，但是我没见过她呀。来，去看看。周琦那个老废物都多少回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是你厉害，一回就中。行，厉害，那我再让你试试什么叫厉害。哎呀，痒死了！都说了让你小心点儿。我跟你说，这肚子里面现在装的可是咱俩以后的长期饭票。周琦那个老傻子还天真的以为这肚子里面装的是他的种，跟我再三保证说要好好照顾我们母子。啊，对了，他还跟我说，他跟他老婆的一切都是我跟孩子的。那我跟孩子的不就是你的吗？现在知道了吧？你对他们母子来说就是一份长期的饭票。宋荣，周琦，周哥，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是技术，这一切都是他伪造的，他见不得我们好。秀安真的是你的儿子，他简直完全是你的亲儿子呀！不可能，一定是他骗我，一定是他骗我，是不是？亲子鉴定就摆在你的面前，白纸黑字盖章的红印，你还自欺欺人！你周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冤种，天下第一的绿帽王。宋荣两两也太过分了，这不是把周琦当老实人坑吗？得了吧，餐饮部定无缝蛋，怎么别人没有被坑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用不着同情他。要我说，这就是报应。刚才还大言不惭的说被老婆诬陷了，可太可笑了吧？这老哥，你家的烂事儿，老子不感兴趣。不过呢，这字儿可是你亲笔签的，这手印儿也是你亲手按的。我管他宋修安是不是你亲儿子的，这债现在可是你的了，一个月200万，少一个子儿。兄弟们可是认条不认人。走。宋荣，你骗得我好苦啊！30年，我对你掏心掏肺的好，为了你们母子，我抛弃企业，我差点害死了我结发妻子，为了你们2个，我扛了200万的债。你竟然一直在骗我！你竟然让我为了别人的血种抗战！你良心，你良心不会痛吗？爸，别打我妈了！爸，闭嘴！我是你爸啊！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是我的错。可是我当时真的以为那是你的孩子，时间太巧了，我不想骗，又不是故意的。我来。修安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做亲爸爸，他会给你养老送终的。以后我们一家人好
好好过日子，一起还债好吗？养老还债200万，200万呐！李桂林怎么还？但我这把老骨头咋有还吗？啊，苏荣，你毁了我，你毁了我一辈子啊！周哥，我知道，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可是我们已经是一把岁数的人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总得要为以后考虑，对吗？周哥，我和秀安的生父几十年前就已经断了联系。秀安这么多年，他一直把你当成亲爸爸，他也只认你这一个爸爸。血缘关系什么的，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啊，周哥。是啊，爸，你看，季叔那个老女人，我愿意为你生孩子。如果不是我和我妈，这么些年，谁能让你享受到做父亲的天伦之乐呀？是啊，周哥，你可就希望这一个孩子，等你老了以后，免不了还要考大养老送终的呀。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不光秀安这一个孩子，那对龙凤胎一定是我的。只不过季叔觉得我背叛他，让他下不了台，所以才不肯让他们与我相认罢了。那又怎么样呢？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难道你还指望着季叔，还有那对龙凤胎列个欢迎仪式迎接你这个爸爸回家吗？你可别忘了，当初想要置季叔于死地的人，可是你。是你们，都是你们害得我与阿叔反目成仇，都是你们害得我跟他反目成仇啊！你们呀！爸，你给我背了针，我都看在眼里，好吗？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甩手不管的。今后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还会继续把你当父亲一样孝敬，继续替你养老，继续孝敬你。我们照样还是一家人，你觉得怎么样，爸？这里面怎么突然没动静了？这个周琦，他该不会咬咬牙认下这顶绿帽子了吧？啊！都这样了，也没把他们击垮，占着便宜他们了。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翻篇。哎，兄弟，咱不是说好1个月吗？你们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就是日常来看看你，老哥。哎呀，你看哥几个风吹日晒的，讨点债也不容易。老哥哥，你可千万别给我玩失踪啊！啊？怎么会呢？我老婆孩子他们都在家呢，我能跑到哪儿去啊？那就好，别怪哥们儿没提醒你，就1个月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到时候哥几个再来你家坐坐，也看看你家老嫂子和你那犬子啊！好，听见没？
这老哥心胸可够宽广的啊，还一口一个老嫂子叫着呢。那老嫂子怕是吓死了姑父吧？哎呀，死鬼，你小点声，万一被那个老废物回来撞见了，那可不好。怕什么？他能拿我怎么样？要我说啊，撞见了正好，让他滚蛋。这窝囊废啊，钱没弄到多少，屁用没有。现在可不能赶他走，咱儿子修安可说了，要是把他自己喊了一个想不开，嘎了，那修安欠下的这一身债谁来还呀？有他在，这债就要不到我们身上。还是我儿子聪明，不愧是我的种，哪像你婆婆妈的。对面季树、蒋春和啊，还有蒋明婉那3个女人啊，当初要是早听我的，既让修安勾引蒋明婉，生米煮成熟饭，还用得他现在如此嚣张啊！哎，你可别提了，你儿子心里啊，当初都是那个脾气，死活都不肯用我的办法。还有周琦那个老家伙，确实没用，长着那点私房钱几下就花光了，害得咱们现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不用怕啊，宝贝儿，我告诉你，这些年啊，从他身上撕过的钱我都给你攒着呢，等着这老傻子的生日假日榨干，咱们一家3口啊，拿着钱走人，让他自己啊，在这儿慢慢还那债吧。原来不只是孩子，原来你们从头到尾都在骗我。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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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周叔叔！生日快乐！快许愿！周叔叔，我没有爸爸，这些年来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样。这是我亲手织的围巾，你一定要戴哦。谢谢小二。周叔叔，这是我用暑假打工第1份工资买的，这些年辛苦你了，谢谢你。我曾经明明过着美好的生活，结果在我许愿的时候，我竟然许的是和宋荣母子团聚，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宋荣是假的，修安也是假的，只有债是真的，200万，200万呀！不对，还有真的龙凤胎。记住，周琦，你还来干什么？你赶紧滚，否则我去报警了。叔，我求求你，你开个门，我就问一句话，问完我就走。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赶快走吧。看在咱们俩夫妻30年感情的份上，我就问一句话，好不好？你不用再装可怜了，我不会再被骗了。二叔，开门！你现在立刻给我开门！你要不开门，我就死在门口！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怎么逼死前夫的！啊！周启忠，速来！周琦，你疯了！你到底要问什么？你到底要问什么？明宇和明晚，他们其实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你告诉我！你站住！你再往前一步，我就立刻报警！你告诉我，阿叔，明宇和明晚，他们其实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你告诉我！周琦，你还在做白日梦啊！我再说最后一遍，不是。小雨和小婉跟你没有半分钱关系。我不信，他们如果不
是我的孩子，他们是谁的？他们的父亲是谁？你什么时候逼了我的啊？不对，他们肯定是我的孩子，而且他们只能是我的孩子。你是我老婆，你生的孩子不是我的，难道还是别人的？你肯定在骗我！周琦，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根本不可能有孩子。你说什么？我说，你患有无精症，根本不可能让女人怀孕。宋荣不能，我自然也是不能。宋修安他不是你的种，我的孩子们跟你更是没有半点关系。不可能！你在骗我，你又在骗我，是不是？对，体检，我每年都参加体检的。你觉得普通的入职体检，还有常规体检，会特意检查你的经验吗？你什么意思？当年我得知你偷情，还让宋荣生下了孩子，我就偷偷的去了你的老家，打听过宋荣母子的事。老嫂子哎，你儿媳妇宋荣，平常你们怎么闹，我们都站在你这边。可是现在啊，她可是生了孩子，那可是你大孙子呀，你连门都不让他们进，这外面啊，就是说的有多难听。你知道什么呀？这种家丑，我实在没脸说。但是，什么？这里面难道还有隐情？宋荣这个贱人，生的根本不是我家的种。什么？哎呦，老嫂子啊，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我怎么可能乱说呢？当时他们结婚2年了，宋荣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心里着急呀，我就劝他们到医院检查，结果宋荣正常，一点毛病都没有，反倒是我儿子他得的是无精症。哎呦，这能确定吗？会不会是误诊？要是误诊的好了，后来我们又跑了好多家的医院去检查，结果都是这么说的。那这孩子，所以我说丢人嘛，丢人，丢死人！这太丢人！我怎么没听说过还有这种病啊？都不好意思往外说罢了。哎，你看村口老周家那儿子周琦，不也结婚这么多年了吗？不也没动静吗？还对外说小两口自己要丁克，我猜8成也是这毛病。周琦那个老傻子，都多少回了，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是你厉害，腿就正。原来是这样。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又联想到宋柔说你那事儿，我就偷偷的拿了你的去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发现你也是无精症。这是当年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我最后的底牌和退路。我本打算一直将这件事尘封，我想着这些年你这么精明，说不定可以发现宋荣他们母子的秘密，结果你被骗得团团转，甚至还带着他们母子回家逼我。无情者，我不但为了别人的业主，毁了我美好的家庭，我还是一个无法生育的残缺者，我就是不能生。明里和明外，他们是哪儿来的？啊？他们是谁的孩子？这一切还要从春和被家暴流产开始说起。春和，那个男人也太可恶了，他怎么能在你怀孕期间家暴你呢？害得你流产差点死掉。他说我要和他离婚，可我知道我妈肯定不会同意的，所以你要帮我。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快开门，春和，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
春和，你已经嫁人了，怎么不吭声就跑了？你让你夫家怎么看我们嘛？走，赶快跟妈走。妈，你这会儿怕别人说闲话了。当时收了那么多彩礼，别说你卖女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怕别人说闲话了。女儿啊，妈也是没办法呀。你要是不跟着妈回去，那人家就让咱退回去彩礼呀。你也知道，那个彩礼钱给你弟弟娶媳妇儿，那可都花完了呀。你说咱们拿什么还人家呀？这次我不会跟你回去的，绝不！你放开，你先放开！多少彩礼，我季叔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会帮你们还上。但是春和，绝对不能再跟你们回去了。好啊，季叔，我知道了，肯定你在挑拨离间，他才离家出走的。这和季叔没有关系，是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春和以后的路该怎么选，他自己有权利做选择。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报警说你私闯民宅。我带走我自己的女儿，我有什么错啊？春和呀，你说那些大道理妈都不懂，妈就知道啊，这女人要是没有夫家，没有孩子，那到老了她是无依无靠的呀。我宁愿无依无靠，我也不想嫁给这样的家暴男。这些就是你让我嫁的那个男人，是你说的夫家的依靠。你作为母亲，本应是他的靠山，但是你却为了那点钱把他推向深渊。你知不知道，春和因为被家暴失去了4个月的孩子，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哎呀，女儿，妈，你也看到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之前你收的那些彩礼，我自己会想办法还回去。你走吧。阿叔，我这辈子都无法生育了，我不想这样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他让我生个孩子，为他养老送终，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知道了你和宋荣的事，他们怕你们利用私生子来对我不利，就为我留了条后路，一个血脉相连，只有我能依靠的孩子。就这样，我找了个机构，顺利生下了龙凤胎。所以，这是我季叔一个人的孩子，从血缘到法律，他只属于我季叔的。现在，你相信了吗？机构，我受气好了60年呀，把别人的眼中养大，而我自己的老婆竟然找了一个别人，找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男人的亲弟子，还是的报应，这就是报应。你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瞒着我把孩子生下来的？你记不记得宋修安3岁那年，你假借母亲病重，申请工作变动，调回了老家1整年。那个时候，你总是说去看我。如果你那时候怀了龙凤胎，你怎么敢跟我那样说话？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笃定你不可能答应我过去，因为我知道根本就不是你母亲病了，而是宋修安病了。你回去想尽你父亲的义务。周琴，妈身体怎么样啊？好点没啊？还是老样子。阿叔，我妈现在离不开人，我已经给总公司申请了调回老家分公司了。大概1年我就回去了。你说什么呢？这是咱们做子女应该做的。不过周琪，真的不用我回去吗？妈会不会不高兴啊？别，你千万别来。为什么呀？难道我这做儿媳的照顾婆婆不应该吗？不是不让你来，就是你也知道，咱妈呀不同意咱俩丁克。你这一来啊，咱妈肯定对你吹胡子瞪眼。
那时候他一生气，这病情加重，不就更糟了吗？所以啊，你在家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去了啊。好。怎么样，都搞定了？他现在可顾不上我，不过正好方便我安心养胎。要不是你自己做贼心虚，不让我过去，怎么可能发现不了事情的真相呢？阿叔，你千万小心周琦，我刚报警，从警方那边得到消息，周琦他杀了宋荣和那个男人，警方正在抓捕他。什么？他们该死！宝贝儿，我告诉你，这些年啊，从他身上搜过的钱我都给你攒着呢，等我这老傻子的剩下日榨干，咱们一家3口啊拿钱走人，让他自己啊才能乖乖的还债吧。原来不只是孩子，原来你们从头到尾都在骗我。周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宋荣，你们这一对狗男女，老子杀了你！你别过来，你跟我！周琦，王哥，你们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下一个就是你。师姐，你把他放下！叶叔，你、春和，还有你那俩不知道从哪来的野种，是你们一个个联合起来把我逼到这种地步的。你们骗我，你们杀我，你们让我变得一无所有，你们让我身负人命，既然都活不成了，咱们就一起死，一起下地狱了！警察，不许动！金叔，我就是想要孩子，我就有想要还错了吗？他们应该都是我的孩子，不得好死，还有他们都不得好死，我就做过，我不会放过你的。金女士，你没事吧？周琦，你涉嫌故意伤害，现在我们就逮捕你，扣上。周琦，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年纪，是你自己用30年编织了一个牢笼，把一切都给搞砸了，是你害了你自己。阿叔，你没事吧？被告人周琦犯故意杀人罪、伪造证据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场持续了数10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让你逃，我倒想看看还有没有第二个爹替你扛着，给我打！